女人吃饭时，门外一只鸽子撞到了窗户。等她上前一看，刚才的鸽子竟凭空消失，并且窗户上的裂痕也完全消失不见。回头看向电视，竟然播放起3分钟前的内容。艾米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穿越回了3分钟前。她想打开窗户冷静下，却不料一只鸽子恰好飞了进来。艾米这才惊讶地意识到，自己无意间预测到了3分钟后发生的事，并且误打误撞开了窗户，救下鸽子一命。她决定去医院检查一下脑子，却不料刚坐上地铁，脑海中就再次传来幻象，前方写作业的女孩被一个神秘男人当场掐死，男人还戴上黑蜘蛛面具，一口气残害了车厢里的另外2名女孩。为了躲避即将出现的杀人魔，艾米决定赶紧下车。可她转念一想，既然自己能够救下鸽子，或许也能顺便救下那3个女孩。眼看着那个男人逐渐靠近，艾米假装自己是列车指挥员，催促3名女孩赶紧下车。虽然小黑愤怒地指责他是骗子，但好在危险已经解除。可诡异的是，等艾米回头望去，那个神秘男人已经发现3人踪迹，并且逆着地铁朝着他们的方向跑来。神秘男人穿上蜘蛛服，像个鬼一样倒着从天花板爬了过来，这显然不是正常人类能做到的。3个女孩这才意识到危险，跟着艾米赶紧躲进另外一辆车厢。可列车才刚刚启动，列车长广播就传来诡异声响。看样子黑蜘蛛已经发现他们的踪迹，艾米连忙按下紧急按钮，打开车门，再次展开逃亡。好在抵达出口时，他们遇见巡警，赶紧向他们求助，却不料还没等他们呼叫支援，黑蜘蛛就以肉眼无法捕捉的惊人神速干掉警。听见动静的警察大批赶来，可根本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。好在警察帮众人拖延了时间，他们才在逃出地铁站后抢了一辆路边的出租车逃离。打开车载广播，艾米听见警方已经对地铁事件发布通告，看样子危险终于解除。可广播里警方竟然在通缉一个红衣女子，她在地铁绑架了3个未成年少女，这说的分明就是艾米。原来刚才黑蜘蛛的行动太快，监控根本拍不到她，所以只看到艾米带走了女孩们。城市里到处都是监控，艾米只能先将女孩们安置在野外，并让她们千万不能乱跑，因为她想起在母亲的笔记本里就曾经记载过有关蜘蛛人的事。据说在秘鲁有一种特别的蜘蛛，咬过人后就能通过毒素将能力传递，让其变成飞檐走壁的蜘蛛人。更惊讶的是，艾米还发现了母亲和黑蜘蛛的合照。她忽然想起自己得到预知能力前也曾被蜘蛛咬过，难道说自己也有蜘蛛人的超能力？哦，没有啊，那没事了。晚上艾米决定去接回3个女孩，可等她来到郊外，竟发现3人已经不知所踪。顺着地上的印记，她一路找到了一家餐厅。原来女孩们肚子饿了出来觅食，吃着吃着还和顾客们玩到了一起。艾米当场就对他们破口大骂，他们这么招摇非常容易引来黑蜘蛛，结果说曹操就到，黑蜘蛛竟然也来到了这里。他轻巧地翻身上前，直接扭断小美的脖子。艾米拿起酒瓶反击，却被轻松格挡，反过来将他丢出8米远，当场摔断了肋骨。小黑想要趁机逃跑，可根本逃不开黑蜘蛛的魔爪。只见他掐着小黑，不停释放体内的毒素，直至小黑彻底没了呼吸。艾米还想做最后的挣扎，拿起刀猛攻，却不料下一秒，还好刚才一切都只是幻想。艾米回到了刚进入森林的时间，这次他加足马力，开着车子绕了一圈公路，疯狂赶往餐厅。虽然绕路让他晚了黑蜘蛛一步到达，可他直接用车子撞向对方，直接就让他昏迷了过去。这次终于顺利救下3个女孩，可就在离开前，黑蜘蛛硬是爬起身，狠狠抓着艾米的手不放。艾米一脚将其踹开，赶紧开车逃离现场。殊不知在刚才的接触中，黑蜘蛛悄悄释放了体内的毒素。艾米开始感觉头晕目眩，如果不赶紧治疗，2天之内她将会心脏骤停而亡。为了找到解药，艾米决定亲自去一趟秘鲁。她将3个女孩安置在朋友家，开着车子独自踏上了旅程。母亲的笔记中记载了一种治愈蜘蛛，只要找到它，可以治愈任何疾病。母亲当年来到这里的目的也是为了寻找它。通过照片的比对，艾米发现了母亲曾经来过的位置。忽然身后一个神秘男人出现，念出了母亲的名字，并欢迎艾米终于来到这里。男人说母亲给他留下了一些东西，说着便带艾米来到一个山洞。正当艾米好奇之际，男人竟直接一把将她推下了悬崖。进入水中后，艾米看见了一段回忆，原来这就是母亲给她准备的东西。那时候她怀着身孕，前来秘鲁寻找治愈蜘蛛，身后站着的正是现在变成黑蜘蛛的男人。2人本是一起做实验的好友，可在母亲终于发现治愈蜘蛛后，他却忽然开枪打死了其他研究人员。原来男人也已经身患绝症，所以为了夺走治愈蜘蛛可以不择手段。2人争抢间，他误伤了母亲，可拿到蜘蛛后他头也不回的就跑了。就在母亲快不行的时候，一个奇怪的野人出现救下了他。他是秘鲁当地传闻中的蜘蛛人，拥有神秘的蜘蛛力量。蜘蛛人将治愈蜘蛛放在母亲胸口，成功给了他力量，
将艾米生产了下来。可由于失血过多，母亲最终还是没能活下来。也正是在蜘蛛人的养育下，艾米才会有了如此预知未来的能力。而可恶的黑蜘蛛虽然治愈了自己，可他同时也受到了诅咒。他经常会梦见有3个神秘的女蜘蛛人，将他虐得死去活来，让他在痛苦中死去。几年下来，黑蜘蛛记住了3人的样貌，通过电脑分析后，发现他们竟是现实世界存在的真人。为了防止这个可怕的梦成真，他便决定先下手为强，提前解决掉3人。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追杀女孩们的原因。从蜘蛛泉中出来后，艾米体内的毒素被成功净化，并且她的能力得到进一步强化。现在她已经可以随意使用预知能力，随时随地预知即将发生的一切。她回到朋友家准备接回女孩们，可奇怪的是大家已经不在家里。发动预知能力后，她竟然看见黑蜘蛛一口气炸死了3人。没错，黑蜘蛛通过监控的天眼系统已经发现了3个女孩的位置。他命令手下的黑客将所有交通灯都改成绿灯，一时间城市的交通陷入瘫痪，所有车子都差点撞起来。朋友被迫停车，抬头却看见黑蜘蛛已经抵达上方。他纵身一跃来到车子上，当场启动手上的炸弹。关键时刻，空中竟飞来一辆救护车，一把将黑蜘蛛撞飞，同时也撞飞了炸弹。原来开车的人是艾米，他精准卡好时间出现，才终于瓦解了危机。他将3人转移到救护车上，继续展开逃亡。他知道这点伤害还不足以杀死黑蜘蛛。果然，透过后视镜，艾米看见黑蜘蛛正靠着跳跃不断靠近。他让女孩们拿出救护车上的震颤仪，它可以产生强大的电流。在艾米3、2、1倒数后，女孩直接朝着车顶电击，恰好将跳来的黑蜘蛛震晕。艾米轻巧漂移，直接将其甩飞，暂时让其陷入了昏迷。艾米继续加速逃亡，却不料车子在关键时刻没了油，黑蜘蛛很快就会醒来。他只能开始集中精神，思考千万种可能的逃生方式。终于，他看见了一个可以将黑蜘蛛杀死的办法。艾米拿起传呼机，告诉警方来皇后街区的烟花厂救人，接着带着女孩们快速赶往那里。进入其中后，他将各种烟花点燃，然后分布在现场的木箱子里。要知道，这很容易引起爆炸。黑蜘蛛已经赶到这里，正寻找他们的踪迹，突然就被烟花给炸飞。原来爆炸正是艾米想要达成的效果，因为他能够借助预知能力，带着女孩们躲开每一次爆炸，而黑蜘蛛则只能白白挨打。他命令所有人俯身，一个烟花果然炸开了前方的墙面。他们进入楼梯间，快速抵达屋顶。刚才呼叫的直升机支援也已经恰好抵达。可就在众人即将得救时，顽强的黑蜘蛛竟从地上一跃而出，阻拦了他们的去路。艾米让小美快趴下，一发巨大的烟花就要袭来。结果黑蜘蛛听见后，硬生生用蛮力打飞烟花，当场炸掉了直升机。他愤怒地上前掐住艾米，女孩们为了救他，纷纷上前帮忙，可也都因此一个个陷入了困境。You can't save all three! 面对这一情形，艾米脑海中传来母亲的声音。她的最终蜘蛛能力觉醒，能力越大，责任也就越大。在艾米施展的蜘蛛领域中，她可以变化出自己的实体分身，分别将女孩们带回安全地点。黑蜘蛛见状，直接就是一拳打断了她的施法，而这同时也落入艾米的圈套。她假装已经没法反抗，朝着角落里逃去。等到达想要的位置，一个广告支架如期落下，控制住黑蜘蛛无法动弹。随着一枚烟花袭来，支撑平台断开，黑蜘蛛重重地摔落在了地面，而紧随其后的 P 字广告牌也将它砸得嗝屁。艾米终于靠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解除了这场可怕危机，而3个女孩也正如黑蜘蛛梦中所料，在艾米培养下成为了惩恶扬善的蜘蛛女侠，保护更多需要保护的人。